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的老李头测评。这次为大家带来就是近期非常有争议的一款作品，来自于 Hot Toys 公司在2024年展会开定的这一个 X 特遣队直发小丑女啊。为了区分后期啊，它也出过一个版本的直发小丑女，所以这一个自杀小队直发小丑女这样来称呼。首先，当初24年的时候，它这一个产品在展台上我也看过，确实我觉得展品我觉得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。但是没想到时隔2年这么久的时间出货，竟然来了一坨答辩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了，所以争议非常高。今天我们就来瞧一瞧。首先，主体跟头雕咱们就已经拿出来了，先不说主体，咱们来看一下这一颗面雕究竟怎么样。我们凑近距离来看一下这颗面雕。首先当然是这个直发工艺，我们凑近镜头来看一下它这个发际线。这次发际线我觉得问题不大，还是可以的，整体的这个直发的质感还不错，比较薄。但是可以看到啊，这个直发头雕我没有任何的去把玩，就是刚刚从盒子里面拆出来，很多杂毛啊，非常多。后面也是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产品啊，玩家到手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。反正我这个杂毛还是有一点的，而且这种白发或者金发的这种造型啊，浅色发型很容易看出这个小杂毛。黑发的话还行啊，这个就不大好了。可以看到耳朵这里的头发颜色跟整体的还是有点区别的，耳朵这边是白色，上面的话呢像白金色一样。两个马尾我觉得织的还是不错的，黑的和红的，所以一般玩家就称它为黑红直发小丑女也可以。耳朵耳环的这个刻画也还不错啊，但是到了这边啊，耳夹这里的话稍微确实有点糊了一点啊。正面整颗面雕的象征度，抛开展会图或者是最早的这个开定图，相似度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吧，但还是可以，我觉得啊，6分吧，及格分是有的。然后整个的这个牙齿跟舌苔，牙齿做的还行吧，舌头的话，就这样。整体的眼睛跟眉毛，面部的一个纹理细节刻画，我觉得这个直发头起码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糟糕吧，还能看一看。但是跟我印象当中展会时候的那个样子确实有一点出入。直发还行，这次的直发我觉得可以。顶上的这一个风镜可以看一下啊，防风眼镜是拿不下来的，应该是固定死的，千万不要误操作了把它给拔了。可动眼也是有的，在下方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把它取下来，转一下，旋转一下，拔下来。来看一下内部的这个可动眼的调节，因为女性的这个头雕啊相对比较小，所以你还是需要去用这个调节器去调节一下眼睛。这颗头雕10分，反正我给个6分吧。好，头雕看完以后，我们镜头拉远，着重就要吐槽一下啊，不对，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素体。好，首先我们把头雕给装上去。这次的头雕连接器我第一次见，反正是这种样子的，而不是以前的那个透明的一个滑槽键，这是直接给它抠上去，应该是啊。我来试一下，看看方不方便。哎呀，我还是应该要对准，不然的话好像抠不进去。而且这个
应该是这样扣吧。这个调节器也是第一次见啊，我看看需不需要这样侧着转。安装起来也不是想象当中这么简单啊，挺麻烦的。我来抠看，看看到底是哪个角度能给它卡上去。而且这个直发头啊，卡头雕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一点点，这头发非常容易炸出来。先还是把它给拔了吧。我们着重来看一下这次令人吐槽最多的内部的这件衣服。镜头拉近，来瞧一瞧，这衣服跟之前展会跟官图不是官图了，发售图、开定图是完全不是一个东西。可以看它整个的这个上半身的衣服是贴合在素体上的，完全贴合，看到吧？是没办法去拿下来的。一个软胶包裹住整个素体，起码这2块是啊。腹部这里的话，看一下啊，应该是分体的，但这一个质感，肉眼看上去的感官，大家应该也看到网上很多这个对比图了，确实差强人意。然后来看一下胸口的纹身，倒还行，涂的没啥大问题。衣服也能脱掉，但是脱掉了以后呢，可以看到手部的这个关节太明显了，有一些玩家直接把外套给脱了展示，确实有点丑。整个衣服这个皮咱们就不用说了，时间长肯定会爆胶的，没任何的疑问。整个裤子紧身裤我只能说这次太糟糕了。最主要的问题，因为它这个产品让大家等了2年的这个时间完全能给到一个好货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HT 做成这个样子，无法让人理解。之前我在很多群都看到很多玩家去退定金，或者是不想去补款，太多了。整个腰带采用的一个魔术贴是可以去拆卸下来的，上面有这个金属的拉环，不是塑料件，可以去挂载武器。整个的袖口包括手型处理的还行，衣服上方的这个小拉环也是金属件。看一下鞋子，整双靴子是一体的，不是分离，所以它的可动会稍微差一点，起码左右是没办法怎么移动的。前后我来看一下，前后也没移动。这个脚除了旋转没有任何用处，没有任何可动，只能站立。如果你想摆一点高难度的一个动作的话，太难了。好了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素体的这个可动。首先头雕这个的话就不用说了反正360度旋转都没问题。脖子这里也是一个软胶材质。手我们来看一下手臂抬举，就算穿着外套也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虽然说挺难看的。手臂前倾没任何问题，往后也没问题。手肘2段式的一个可动，但是只能折到这样的一个位置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差的。大臂也有一个旋转的空间，手臂往前倾几乎是没有。这边就更不用说了，可以看到这2个肩带都是固定死的，焊死在主体上的。然后来看一下腰部可动，一档结束。我去了，往后仰也是一档，左右旋转这个倒还可以，但是关节比较紧。看一下侧腰有没有，侧腰也有一点点。腿部可动，紧身裤劈叉就别想了，这样的一个幅度。大腿旋转来看一下，几乎没有，可惜。脚前踢来看一下，没办法，只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，再上去的话就要断。往后踢这样一点点，屈膝还行，
脚的话刚刚演示过了，除了左右没有任何的可动，整体的这个可动5分不及格。再加上这个头雕，我先稍微装上去，装一下样子吧，好吧，我就不插紧了，大家稍微看一下，这头雕而且非常难插。就这样吧。综合评分5分，就这个样子。好了，主体方面咱们就讲到这里了。糟糕的可动，糟糕的还原度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配件跟包装，感觉怎么样了？好了，兄弟们，外包装咱们看一下。首先，这种 AE 直发的东西，基本上依然是有个牛皮纸运输箱的。可以看到本次的产品编号 MMS773AE， 下方就是咱们的品牌。整个盒子不算很重，但是牛皮纸依然是比较薄的。我们现在来拆开看一下，非常有争议的一个作品。来看一下外包装有没有什么特色。好，我们来倒出来瞧一瞧。OK， 首先这个外包装依然是近几年 Hot Toys 这个直发系列的产品都是一样，一个抽拉式的一个包装，然后一个展开，左边直发头雕，右边就是主体配件之类的东西。全新的依然都会有这种胶带给封住。我们把它倒出来。整个包装的配色就跟主体的这个衣服的颜色差不多，正面就是咱们的名称，右上角会有特别版的一个标志，也是直发版的标志。这款是没有胶发的这个替代品的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它只有个直发版本。背后就是咱们的厂家。OK， 抽开。抽开以后可以看到背部就是咱们主体拿武器的一个造型。这样看，感觉问题不是很大，还行。这一面又是咱们主体的一个造型。顶部名称。OK， 展开以后，咱们就可以看到本次的真人头雕，然后主体配件。怎么说呢？配件我觉得还不错，给的也挺多的，特别是这个包，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。头雕在这里，来抽近距离来看一下，打开看一看，全新的一样是会有厂家的这个原贴，不过现在这个原贴太容易被冲新的这种玩家给复制了，所以买的时候还是得当心。抽开以后，这一盒就是主体跟地台，还不错。然后另外一边来抽开，头雕盒。OK， 包装方面的话呢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配件，都有些什么好玩的。好了，兄弟们，配件咱们来瞧一瞧。首先当然是说明书，来看一下，第一页就是这个头雕的一个注意事项，眼罩拿不下来，然后取头雕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捏后面的这个头发，很容易散掉。头雕盒的一个拿取方式，下方可动眼的调节跟安插这个项圈的一个位置。这边就是咱们这个头雕的一些可动，它有一段的上拉结构，两个马尾是有造型铁丝的，可以去捏一下。然后这边说明书有详细说到外套不要脱，实际上是可以脱的，只是脱下来以后真的非常丑。可动说明书都提示你了啊，非常糟糕。手的可动相对来说是本品最大的可动了。腿
啊，然后武器对应的手型，然后这一边也是。好，说明书就这么一点。这边有一个官方的一个站姿，下半身没办法摆一些大幅度的动作啊，小幅度的还行。好，配件我们来看一下，首先手型给的还行吧。首先来看一下这一对握持武器的手型，一对。好，然后这边也是一个握持枪械的一个手型，有个扳机的一个手把，都是软胶。涂装的话呢，戒指比较糊，其他的还行。一对造型手，就这么一点。接下来经典时尚小地台配一个假腰支架，可动眼的调节器，手型的一个补件，手臂关节补件。好，然后武器来看一下，首先第一把这一把小手枪我还是比较喜欢的，虽然说铭文刻字没有，但是整体的这个枪管涂装还有一些可动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弹夹也能拔下来，拔下来以后里面也有这个子弹的一个细节刻画，这还行。接下来这个火箭筒就一般了啊。首先它细节会比较少，然后整体因为是塑料件啊，特别是这个后面的这个枪托很薄，拔完的时候当心千万不要断了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这样摇一摇它就能动。弹头可以拔掉，这一个可以单独去放在一个收纳包里面，没有特别的涂装啊。但是这些东西真的很容易断啊，玩的时候大家当心一点啊。好，这一把武器是我个人除了小手枪以外啊非常喜欢的。首先它真的很长，我们镜头拉近看一下它的这个细节，涂装细节没问题，而且核膜线几乎是看不见的，做的还是非常精细的。开模的话，而且比较的平，所以没有什么问题。整体一个塑料件，有一些的小可动吧，可以说，因为它可以稍微弯一点点啊，我就当它是可动了，吹一下，哎，看可以掰一下，但不能太用力啊。整体的长度非常长，我们来跟主体做一下对比，比主体高很多啊，这还是不错的。好，然后它还有一个小配件，我已经提前装上去了，就是脖子上的这一个小项圈。我们镜头来摇一下，这个东西装起来就比较麻烦啊。每次去安装的话，需要把你的这个头吊给拔下来，再装上去。而且它因为是一个软胶件，在跟你的这个脖子贴合的时候啊，我不知道时间长了以后，你再想取下来会不会粘住，这也是一个小问题。但是装上去了以后会提升一点点美感，这倒是真的啊。好，最后的一个配件就是这个收纳包，这个包我也挺喜欢的，做工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内部它会有一个海绵填充，你平时不放武器进去的话，就装这个样子也行，把它背在主体背后，摸上去的质感材料也还是不错的，没什么问题，非常大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把这个发射器整体斜着装是能装上去，没什么多大问题，因为它有一定的这个拉伸强度，左右两边都有把手，还不错。好了，所有的配件咱们基本上就已经讲完了。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啊，这款产品怎么说呢？按照它的发售价来说的话，这个确实不咋地。最主要是让玩家等了太久，最后给出来的这个答案让人非常不满意。最大的问题还是内部的这个衣服，好吧，其他的我觉得也没什么多说了。喜欢的兄弟也肯定有，不喜欢的呢，在我现在看来啊，占大多数，基本上是对这个产品比较失望的。好了，本期的老李头视频的话呢，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，帮他视频的最后来个一键3连的支持，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。好了，本期自杀小队执法小丑女，咱们就把玩到这里了。
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